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所有你吃进去的万物，它们某一部分的经验已经与你结合了，这是灵魂与意识的结合，是爱的连结，而万物也透过你的眼睛在看这一个世界，整个地球就是意识灵魂的大轮回，这不管你是否吃素，你都参与了整个轮回。赛斯认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所有生物都有灵性和意识，所有你吃进去的食物都是由其他生物提供的，因此你与动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结，这种连结是灵魂与意识的结合，它是一种爱的连结，因为你与其他生物分享了同一个宇宙和同一个意识，整个地球都是意识灵魂的大轮回，而每一个生物都是这个轮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连结不仅仅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它也包括了所有的生物和整个自然界。因此，不论你是否吃素，你都参与了整个轮回。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一部分，你就是地球，万物的总和。在赛斯的观点中，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人类、动物、植物、地球等等都是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内在宇宙，而这个宇宙与外在宇宙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整体。因此，赛斯认为人与地球、万物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连结的。人类与动物、植物有着相同的生命力，同样的，地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而人类是地球上的一部分，也是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人类不仅要尊重自然环境，更要深入了解自然，了解自己，才能更好的与宇宙相互连结，发挥自己的潜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宗教神话都是象征的故事。赛斯认为宗教神话是一种象征性的故事，藉由这些故事，人们可以更深入的理解自己和生命的本质。他认为这些故事里的神奇和符号并非要被字面上的解读，而是代表着内在的心灵经验和真理。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启示和灵性成长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接受表面的传统信仰和教条。细胞保留了他们所有联盟的知识，我们通常都太执着于自己是人类的角色，而忘了所有的生物都对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有意识的拿掉这份传承与知识，因此显得孤单。当自信没有直觉的了解这传承时，它是比较贫乏的。赛斯认为，细胞的智慧和知识是人类可以参考和学习的宝藏，而我们应该重新与自然界建立联系，并尊重所有生物的存在。他认为，当我们与自然界和谐共存时，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用细胞的知识和智慧，并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和成长。同时，这种联系也能带来更多的意义和目的，使我们的自信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自己那缺席的部分已经准备好要浮出了。赛斯认为人类的灵魂是由多维度的存在所构成，而有时候人类可能会感受到某些部分缺席了。然而，这些缺席的部分其实已经存在于多维度的存在中，并且已经准备好要透过个人的觉醒和发展来浮现出来。赛斯在他的著作中预言了在2075年左右，人类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意识时代。这个时代将会带来更深刻的自我认识和灵性觉醒，同时也将会启发人类开始理解多维度的存在和宇宙的本质。因此，赛斯认为我们不需要感到害怕或担心自己的缺席，因为那些部分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会逐渐浮现出来。没有知识存在于意识之外，包括那些被认为是超自然或灵异的知识。他认为，人类的意识是一个无限的、创造力无穷的能量场，能够吸引和接收来自宇宙的各种资讯和能量，并把它们转化为现实。因此，所有的知识都是存在于意识之中，只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从意识中提取出来。以后孩子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未知的自己即将浮现。这个说法可以解读为，赛斯认为孩子的表现可以反映出他们内在的潜力和特质，并且这些特质可能是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的。因此，透过观察孩子的行为和表现，我们可以预见他们未来可能会展现出来的自己，包括未知的、潜在的特质和能力。
祖先的智慧就在你的染色体里，染色体的发动在于你是否有意识的运用。赛斯认为，人类的祖先智慧是储存在人体的染色体里，而这些智慧是可以被唤醒和激活的。他强调，染色体的发动取决于个人是否有意识的运用，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身体里潜藏的潜能和智慧，透过学习、探索和实践，将其发挥出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充实丰富。在生物上，我们的确带着祖先特殊的记忆，那被转译成情感上与心理上的记忆。那些 DNA 会变成你的感受，感受你的祖先跟你在一起，你的情感会被加持并给予力量。赛斯认为，我们的 DNA 中记录了祖先的智慧和经验，这些可以转化为情感和心理上的记忆。当我们意识到这些记忆并与它们连接，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力量和启示。因此，我们的情感也可以与祖先的记忆相连，这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并获得一种强大的感受力。赛斯说，假想全我或超灵是一个首长，而在每100年中，全我会派来4-5个对等人物活在地球上，所以对等人物是来自同一源头。在大致一个范围100年中，地球各地内活在世上的人，就像一只手的手指。这些对等人物也许会，也许不会比你们家庭关系与你更亲近，但心灵上来说，他们会与你共享某种历史。你们也会透过地球在时空结构里的庞大相互区与之具体架构相连。这段引述来自于赛斯所述的对等人物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其他平行宇宙中的对等人物，他们来自于同一源头，但在不同的时空中活着。这些对等人物有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人生历程或者特点，他们之间会透过意识的交流和互相启发。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不仅仅是生活在同一时空中的亲人和朋友，还包括在平行宇宙中的对等人物。你不能说你的祖先像什么奇怪的植物，向着目前的你的样子生长，或你是他们经验的总和。他们不仅过去是，他们一直就是他们自己。为了同样的理由，你也不能说你是你过去转世生命的总和。你切掉了对你自己的知识，所以旁幅有区隔发生。整个地球的万物都是同一棵树，当一片叶子落了，另一片会取代它，直到下一年，整个植物虽然仍旧活着，但却会有一批全新的叶子未来的转世自己。叶子的发展对植物本身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植物的生命及其叶子无法被分开，每片叶子也都有整株植物的潜在能力，落地生根。Seth 的观点是，我们无法用传统的方式解释转世与祖先的影响，我们不能将祖先想象成是一种奇怪的植物，只是像助现在的我们生长。相反的，他们是独立存在的生命，并且拥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意识。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将自己想象成是过去转世生命的总和，因为我们每一次转世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赛斯认为，整个地球上的万物都是同一棵树，而每一个人就像是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当一片叶子落下时，另一片就会长出来，取代它的位置，直到下一年，整个树又会长出新的叶子。每片叶子都拥有整个树的潜能和生命力，而植物的生命和叶子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地球上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有着无限的潜力和生命力。你创造自己的实相，当下是威力之点。我们不是过去的总和，我们每一刻都是新的开始。若了悟到这点，你就会了解到你不是被一个你无法控制的过去掌握。对你来说，现在是你的行动集中于力量之点，而由那个意志之点，你形成你的将来和过去两者。当你今天改变了自己的信念，你也重写了过去的程式。Seth 的观点强调了人的自主性和意识的力量。他主张我们不是被过去所限制，而是可以透过现在的行动和集中的力量去创造自己的未来和改写过去。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从过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并透过自我觉察和行动，创造更有意义和丰盛的人生。